都说这些天，你天天去秦淮河嫖院，我还不信。你当然不应该信。去了吗？我去了1天。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，你信不信？你信吗？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。是。一开始我也不信，可家里一下来了那么多堂子里的人，有个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。你让我们谁也不要理你。你懂我的，我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。他们说，你连续逛了10几家堂子。我没有啊。没有吗？5、6家吧。他们说你喝花酒喝得烂醉。我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烂醉。他们说你还给那刚死的名妓写挽联儿。我没有。你没有吗？总督大人写的。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，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。什么话？这叫怎么就禽兽了？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？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，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弛。再说了，大丈夫棉花素柳乃是常事。哎呀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跟谁学的？我也气糊涂了，妓院老鸨子说的。你是不是心里就这么想的？哎呀，没有。玉儿啊，我好像扭着腰了，你扶我一把。你想谋杀亲夫啊？你下死手啊你！我没使劲，摔没摔的？我看看。下来！你给我！好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南京现在这么荒，我得先把秦淮河搞起来，把客商给引过来，这都是手段呢。你怎么不说总督大人也去了呢？人家还是理学先生呢。别跟我怄气了。解释完了。解释完了。我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耍赖是不是？哥，娘让你们别吵架。老二，我这个房间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？我这不救驾来了吗？娘怕你们打起来。什么打起来？你以为玉儿是你们呐？人家善解人意，我跟玉儿能闹什么误会啊？啊，我需要跟她解释吗？哪像你们啊，见缝就……你今天晚上睡外面，别让娘觉得我好说话。出去。今天没肉啊。古先生在吗？卑职，进来吧。卑职候补县令孙二给古先生请安。在家里就不要那么多礼节了，有没有吃过？一起吃。谢古先生爱护属下，卑职已经吃过了。卑职请古先生的事。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？总督大人说，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，不算受贿，请古大人安心的收着。有什么事儿他担着。哦，我说呢，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？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。啊，本来是这样的，可总督大人说，振兴秦淮河的事儿是古大人您的主意，论理他不能收。总督大人当真是心胸广阔，光风霁月。古先生是足智多谋，那个什么赛过诸葛亮。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，您是管仲、管圣人的弟子，您就安心收着。他那是整我。总督大人给大姑写的挽联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还准备了一些礼物。今天请古先生代表两江总督府去一趟秦淮河。对了，他就不方便去。卑职请古先生的事，咱们是坐船还是坐轿去？坐船嘛，坐船低调一些。是，那卑职在外面等着先生同去。好。娘，你还生我的气呢？
你觉得你儿子是那种穿上官衣就去嫖院的人吗？还是说，你怕玉儿吃亏啊？哎，四爷，你我可是过命的交情啊，你不能不相信我。你就别带着廖师傅去练你的内功了，你坐下来听我聊聊吧。我是相信你。玉儿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你说大丈夫棉花素柳都是常事。我昨天晚上说了那么多大义凛然的话，你怎么就跟四爷说这么一句呢？还有这种话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儿大不由娘。不是啊，娘，你说我听着。你虽然不是什么官，但我们现在住在两江总督的驿站，这些都是真。我不识几个字，但我毕竟活了这把岁数，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的道理。你看看戏台上那些小妖精、小兵，翻跟头、竖蜻蜓，耍得热闹。可你再看看台上的皇帝、宰相、大将，哪一个翻跟头、竖蜻蜓的？这里边就是一个道理。你穿什么衣服，是什么身份，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连这点都拎不清，你莫不是不要脑袋了？是，娘教诲的是。我知道，你不是糊涂蛋，不会刚刚进了南京，你就喝酒嫖院。我不相信，玉儿也不相信。那些总督们让你干什么？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？无非是你没靠山，有才华，拿你当刀把子使。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，就算你帮他们把南京搞得繁华富丽，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，他们作为高官，竟然喝酒嫖院，皇帝要是怪罪下来，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，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？那他们也太卑鄙了。侯爷，我就一句话，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。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，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。我知道你想救世，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，你能救谁呀？把我们搭进去了，害得你娘忧心忡忡，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？是儿子考虑不周了，娘教诲的是。你这个人吧，又是事事往前冲，只进不退的性子，你把自己害了，到时候也把玉儿搭进去了，那我怎么舍得？还是娘，您想得深远。你呀，也不必过谦。这等妙计呀，天底下很少有人想得出来。不过这些事情啊，放在商道里可以，要放在官场上，那可太危险了。你呀，太过出头。俗话说，枪打出头鸟，到时候杀头，流放抄家，那个日子真的来了，你后悔莫及。你们莫要再吓唬他了。去忙吧，砍头、流放、抄家，我都陪着你。你们若是管得他寸步难行，他天天在家里看着我绣花，我更受不了。他现在知道了就好了。大人啊，早晨起来干嘛去了？啊，刚去送了挽联，在大姑的灵前哭了几声。你又不认识他，你怎么哭得出来呀？那大人挽联都写了，我哭2声啊，全当是赠送了。况且，这也是我心有所感呐。所感什么呀？哎，这个大姑论年龄，当你娘都够了。大人这么好，把功劳全推给了我。昨日半数堂子的姑娘全涌到我家里去了，给我老娘气的，让全家人都别搭理我。我媳妇儿直接把我赶到厅堂里睡了一宿。你说我为国操劳也就算了，最后换来这么一个结局，
我一想，我心里这个委屈啊，我你整我，我还不得整整你呀？行了，一会儿我写封书信说清楚，你这是办公事，给你老娘啊，别因为我受了委屈啊。但是我老娘也说了，真要是为了江南百姓好，倒也无妨。只要大人能保我全家平安，学生我愿意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哦，这个自然。孔夫子说：“焉知来者不如今呐！”啊，哎，李钦送来了20万两银子，我想拨10万两银子给金陵印书社，盯着把四库全书好好印出来。剩下的10万两嘛，留3、5万。整修秦淮河，拓宽河道，清淤，整修房屋，再剩下的钱嘛，修修贡务院，修修道路。哎，你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，就是这个意思吧？哎，大人英明，这金陵印书社我一定给他定好。我打算这事儿吧。还慢来，你小子别想躲清闲。这怎么是躲清闲呢？校刊书目对比版本，多重要的一件事儿啊！这事儿用不着你去做。闲着的读书人有的是，你不用管啊！我问你，你懂不懂盐政？完全不懂。不懂可以学嘛。你来之前我就听说了，你茶叶卖得很好啊，是此道中的高手。了解盐政有什么难的？啊，这个李百万借着军费报销的事情，想让我支持他，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。竟然把江南大大小小的这个盐铺盐田都拢到他自己手里了，逼着我认账，这样不等于把国家的税赋全都交到他一个人手里了吗？危哉呀！不过这个李百万吧，确实有眼光，厉害，好厉害。怎么，怕了？哼，国家一直用盐引当做专卖权。发给这些卖盐的生意人，啊，每年让他们交钱，这在过去呢是个好法子啊。可是承平日久，这帮盐商贪婪至极呀，对上应付朝廷，对下随意涨价。打过仗的几个省，盐价比米价还贵。要我说呀，就不能把这些东西交给他。天下人的钱，天下人挣，国家不能养出个怪物。见什么吃什么，啊！大人，要是拼资本、拼能力，我真的是远不如那个李百万。承蒙您抬爱，但是这件事儿，我真的做不来。临阵脱逃，按律当斩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旧相识。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，我给你个功名，啊。哎，要是办不好，军法伺候。哎，鬼兄，我怎么觉得在你家里浑身不舒服啊？怎么觉得自己跟猴子似的？你们这是做什么呀？想看的话，进来大大方方的看。我们李兄这是刚从印度卖茶叶回来，是不是看着不习惯啊？我觉得很英俊啊。行，看吧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稀罕？啊？还有这么穿衣服的，我像一只长腿的鸡。是洋人的膝盖不会打弯，用棒子一吹就倒地上了。谁告诉你的，老爷子？你为什么头上顶一个痰盂呢？哎呀，好了，散了，没什么好看的啊！散了，我也想来一件。散了，我也想要一件。娘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哟，老太太，您来了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他们都扎在门口啊，我没看见。
我没事儿，你们聊。你慢点吃，别咬着手指头。这一天天忙的大忙人也见不着。你有所不知啊，那南通的海棠被水冲垮了，整个土地被海水浸了一遍，老百姓啊四处逃荒，哪有饭吃？本来啊，听说你到南通去，我和玉儿还高兴呢，没想到这么大座城，你说会惨成这个样子。那等我收大功的时候啊，我带你们一起去南通转一转，包括旁边的镇江啊、金山寺啊，都去走一走，你就放心吧，娘。那么想出去玩呢？那千里迢迢跟你过来，就换个地方坐着。委屈你了。哥，南通的苏大人来了。哎呦，苏大人，下官跟苏大人，苏大人，快请起。有什么事您派人通传，怎么还大老远的亲自过来了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个老二，赶紧把这菜收拾一下啊！给苏大人呢泡杯好茶，切点水果，啊。苏大人，稍安勿躁，带我去更衣。苏大人，苹果、茶，谢谢谢谢，放这儿了。您喘口气啊。那我也帮。哥，6个苹果，一口气吃没了。再去拿点点心。啊。久等了，苏大人。跑了有几百里地，累死了。上官见谅。什么上官啊，受不起。不过这南通到江宁也没多远呐，几百里从何而来啊？哎呀，跑着四处接粮，今年南通这日子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明白。今年确实是灾祸不断。不过我既然要答应修这个海棠，就一定会对南通有个交代。属下不才。有件事只能求您了。快请坐。让您见笑了。我这次来呀，主要是想请古先生帮我递个手本。南通自古富庶，如果不是这次闹水灾，海棠崩堤，断不至如此之苦。现在南通的百姓有不少都卖儿女了。明白。那苏大人接下来具体想怎么做呀？就现在南通这个小城里头，5个省的粮商都到齐了，米价高得很。我的意思是想让总督派个兵，贴个告示，禁止粮商囤积。苏大人啊，我不是做官的，但是做商人呢，我并不外行。你想让总督大人派兵贴告示，第一，总督大人未必肯；第二，那些米商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人了，米都是他们的，他们定多少价就是多少价，咱们管不着啊。哎呀，属下快让这些人给逼死了！这些大米商，个个都是身家豪阔，我一个小县令，实在得罪不起呀。这样啊，苏大人，
今夜呢，你就别跑了，留在我这儿。明日一早，我替你去递这个手本，顺便和那吴婶的梁商都商量商量。啊，老二，点心准备好了没？做好了，谷大哥。我下了一锅白皮面，拍了2根黄瓜，还撕了一只盐水鸭，不知道合不合苏大人的胃口啊？合。苏大人，哎，请。不吃饭可真不行啊。行。听说南通的百姓都开始卖儿女了。是啊。走，哎，你带我去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还想拔刀杀2个？这样的人你都不管啊？你就是狗官。哎，你别张口就骂好不好？我又不是官儿，怎么就狗官了？你不是狗官，那你就是奸商。哎，你要说奸商，那帮孙子才是奸商呢。明知道南通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，还在那囤积居奇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哎，今夜呢，就让我这个狗官儿，哎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如何惩治这帮奸商。哎呀，好累啊！你看看吧。哎，按说呢，这苏玉华是个好官，老举人了，混了半天也就混了个县令，10几年的官就这一身官衣，也送不了礼，也升不上去，对老百姓倒是也好。我呢是不好驳他，可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啊？让我派兵去压制米市，这像话吗？人家就是不卖，你前门进去了，人家后门溜了，我用什么罪名来拿人家？你看苏大人这事儿，你要是不管的话，那南通的海棠也没必要再修了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，南通已经易子而死了。您要是不救，等海棠修好了，人都死绝了，还修它做什么呢？是啊，你说的在理，可是真没银子呀。我这，哎，要不然你们2位能不能先？行，你们去告诉苏玉华，没办法。哎，大人，但您真的不能没办法呀。我们那是修海棠，米价若是平准，那一般富户回来，老百姓自然也就回来了。您把这事办妥了，我们才好召集人手，是不是？你们好召集人手，四面八方的都跟我要钱。南通百姓苦，金陵不苦吗？镇江不苦吗？总督大人说，他很快就能想到好办法，让你先回去安抚民众。总督大人，新阅了我的手本，好啊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回。啊，这帮米商也忒狠了，实在不行，咱俩各出一部分钱，把这米买了，赈济南通。把米买了倒简单，买到何时啊？买到明年吗？整个南通的百姓靠我们养，那你得多有钱。是，这如何是好啊？不过一朝囤积居奇，就想把咱俩给吃了，想的也太简单了。我现在有一招，可以确保必胜，但是得咱俩一块儿干。你还能变戏法把米变出来？哎，你看，以空对空，戏法人人会变，巧妙各有不同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
你现在就算把全身的钱给他们也是无用。首先要把米价降下来，然后才能还这一方太平。奸商可杀，可不是嘛？哎。 晚生古平原，李钦前来拜见前辈。是你们二位少爷呀？一位从死囚堆里逃回来的，一位李百万家的败家公子。你说谁败家公子呢？正是我们。还未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啊？鄙人姓杨。 人送外号杨千万，比你爹多那么一点而已。杨老板，您是商道前辈了，我们尊敬您，还望您高抬贵手，放南通一条活路，把米价往下降一降，我们兄弟俩也好做事。这二位小英雄，我自家的米卖高卖低，轮不到你们俩给我定价了。这两江总督都管不着这事儿啊！ 你这生意啊，我看做的有点忒丧良心。说谁呢？我知道你京城来的，怎么了不起啊？想和我拼钱拼银子？拼就拼，你这库里有多少米，我就买多少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 我这库里面我有5省的米商在我手里，进退我一个人说了算。你买得过来吗？天底下的买卖只要有价，那就不愁买卖。哦，我等你买。怎么样，小子，你和他一样要和我拼拼？我没钱，我哪有钱买啊？我就一句话。 现在我们修海棠需要人手，你若是不降米价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对家，那就得罪无怪了。得罪？动官威我都不怕。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纯王爷。谁稀得和你拼后台呀？杨老板，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赌你10天之内，米价必降。 不但会降，而且会大降特降。好，好。10天之内，只要我不降价，你们俩就输对了。对。赌金多少？ 就这个，朝鲜国进贡的大东珠，一共就2颗，另一颗在皇太后的凤冠上。此宝夜间发光，能辟水而行。姑姑，值不值200万两银子？